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有请我们今天的两组嘉宾，欢迎你们。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小曹，21岁，来自河北，学生；小林，21岁，来自吉林，学生。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觉得对方是个怎样的人？他是一个谈恋爱中的巨人，生活中的矮子，总做华而不实的事情，对我假真心。他哪儿都好，就是对我太苛刻了。忍受不了对方的什么缺点？他特别没有人情味儿，又无能又爱哭，还爱吃醋，还特别没有上进心。他不该不顾我的反对去参加选美。另外，我对他这么上赶着，他不该总是给自己留后路。背着你参加的选美？啊，对。对，就是有一次，我们暑假实习嘛，我去报了一个礼仪培训班。然后呢，我们老师觉得我自身条件不错，说是让我去参加一个国际小姐的选美比赛。我跟他说了，他不让我去，还跟我吵一架。不是，你不知道我们班同学都怎么说？我们班同学都说那个比赛就是各种潜规则了什么的，就是那种你们班同学怎么说？所以你就觉得我是那样的人吗？又说你那个什么戴金手镯了干什么啊？挣那些钱挣又多，然后就说你后面有大哥。他还得了个名次，得什么挺高，反正一共50多个选手。然后一共有7个佳丽，我是在7个佳丽中分数较高的那一个。然后呢，他也不夸我，也不跟他朋友炫耀。哎，有没有参赛的照片？我们夸一夸呀？有的，来看一下。他不夸，我们夸。好看。这个就是我当时参赛的照片，这不挺端庄、对呀，我就是觉得的样子吗？不是，但是你看啊，人多嘴杂。那你是怕被说闲话吗？不是啊，我就是担心你啊。因为你担心我，你陪着我去呀，我也叫你去了啊。我之前参加活动，你陪我去，又给我买饭，又给我买水的。这次呢，自从这次之后，剩下活动都不陪我去了，我都自己去的。不是，我觉得吧，我觉得他原先就是他是他追的我吧，是他追的我。他追的你？对，对我追的他。为啥呀？当时就是我们这个专业女生比较多，有2000多个女生，然后男生呢，他只有21个。他又是属于里面出类拔萃的那一个，矮子里拔将军。但是他确实是他给我表了白啊，就是我比较外向嘛，然后当时我就是觉得他挺帅的，然后我就是挺喜欢的，然后我就约他出去看电影，看完电影呢，我又在他手上写，我说我们在一起吧，然后我俩又在一起了。他当时不是他追我吗？就是我当时我也有点那种虚荣心，你知道吗？你想想一个女的过来追着我，当时我感觉就是我比她那个光鲜亮丽了，我比她那个好了。然后但是她参加第1名完以后，现在就是我就暗淡了，就是反正就是说，我就感觉这个爱情就不太完美，就感觉我俩之间感情就是有点瑕疵。特别完美主义。520的时候，他说想给我一个惊喜。然后呢，他说想在我俩年轻的时候、颜值巅峰的时候，把那个结婚证类似结婚证上的照片拍了。当天我到了影楼之后，我越想越不对劲儿，我觉得我俩在上学呢，怎么能拍这种呢？不是，你都能给我吵，你说别人啊，520的时候顶多发个红包了，干什么的？谁能像我这样精心了？我没有说你不精心呀。那你为什么要拒绝？你为什么最后你没有按我的心里所想那样拍？我没有拒绝你呀，我拍了呀，只不过。我就是选了一套黑色的新中式的衣服，他就不开心了。我想的是，就是跟真正的结婚证一样。就是他觉得我穿了一个黑衣服，没有穿那个白衣服。但我想的是跟真正结婚证一样，穿这种白衬衫，结果你挑了个黑色，那算啥呀？那我们看看有没有照片，有你说的那么不喜庆吗？你不也穿的黑的吗？是啊，他不跟我那样穿，他提的，我不想穿那个白的，我就要穿这个黑的。这不挺漂亮的吗？就是，挺好看的。我觉得他不给我拍那种就是白衣服吧，就是他以后发朋友圈什么，是不是就是想那个以后给自己留个后路了？就想留后路，万一你不靠谱呢？2个月给自己留后路也说得通啊。对呀，我也觉得说得通啊。就是我现在都感觉你在无理取闹，你知道吗？那谁不想搞对象的时候就是往结婚时候发展，就特别像一个小姑娘，就斤斤计较。这件事咱们先放在这儿啊，咱也知道男孩出于好意啊，只是形式2个人达不成一致，咱翻篇了。这是一个他追求完美，让你觉得我不太能接受的方式。还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吗？还有一个就是去年我妈妈得了肿瘤，脑部肿瘤，哎呦，住院了半年多，到现在她也是在医院里面。嗯，我觉得作为我的男朋友，
并且双方父母都知道我俩的情况下，他应该去看望我的妈妈，但是他没有。我跟他放狠话，对你叫我说我你不去，咱俩就分手，他才去。我是一个男生，过去以后啊，你妈妈那个又难受，怎么着，我真是帮助不了你妈什么，而且我一听这我也害怕呀，我也不大，他妈妈得什么就是脑瘤了，怎么着，我也害怕，就是我也是头一回遇到这种情况。你应该安慰我，就是你妈妈都会抽空给我妈打电话，问问那个怎么样了，你都不会。对啊，那也是我让我妈打电话，我知道我陪伴不了你了，那我就让我妈给你妈打电话了。你为什么陪伴不了我呀？我害怕，我不知道过去我该怎么办。那你的女朋友也害怕，也没经历过呀？那你不能陪她一起去吗？对呀，你不能陪伴我吗？确实，就是你那啥了。你在旁边，你哪怕就是陪我说说话什么的，你知道那一段时间我怎么在医院里度过的吗？我也害怕，那也是我妈妈，我也在哭。确实是我不对，这确实不对。自己最爱的、想要结婚的女人的母亲，在病床上的时候，我连基本的陪伴都不愿意给予。我觉得那是一个内心当中有没有同理心的事情，没有一句害怕就可以挡得住的，有什么可害怕的？病情就是有点严重，就是我就是病情再严重，也不是你害怕，也不是你不去的理由。这样，作为男性，我说一句啊，就是不管你害不害怕，也不管是不是他母亲生了病，生了多大的病。就在你女朋友哭的时候，她非常无助的时候，她希望你来陪她，她希望你到这个地方来，你去不去？必须得去。彼此的家长都知道你们的情况哈？对，知道。什么时候就见了父母了？3个月的时候，我先见的他妈妈。我带他去我家的。什么情况？见了以后，他妈妈特别热情，就是立马给我塞了一个红包，1000块钱。就是强塞给我的，我没有办法不收。然后过了3个月，我过生日了，他妈妈直接微信给我转账，转了1万1。我当时我看这个数字，我特别害怕，就是我一个学生，我哪见过那么多钱呀？这就是我妈妈对你的好意。我没有说阿姨不是好意，我就是觉得压力就是压力太大，半年不到给我转1万1。那结果呢？结果他退过来1万啊，那个1万1，万里挑一的寓意啊，乘1000块钱了啊，退回去1万。对，我退回去了1万。我觉得人家姑娘还是挺有这种分寸的。但是我家里人真是就是把她当成一个亲闺女对待，然后对，我知道，就是他家里把我当亲闺女，因为就是在那个发钱的后来，他妈妈还带我去石家庄看房子，因为知道我要在石家庄经常工作。然后就去带我看房子，说那个户型，还有那个地段什么的都是我喜欢的。其实我当时我真的压力特大。你妈妈对这个男生什么印象？我妈妈对他特别满意。特别满意？这生病都不去看一眼还满意？他虽然去了1次，手里没有拎任何东西，但是我买了。然后我跟我妈说是他买的，然后我妈肯定是也是不知情。然后平常他不去，我肯定也是跟我妈说，就是学校忙出不来，我不可能说。他不愿意来，他害怕，他不愿意来，我肯定不能这样说，所以我一直在给他面子，给他打圆场，所以我妈对他印象特好。后来有一些事情他做的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在这个生病之前，他还做过特别让我想骂他的一件事情。我妈妈在生病之前出车祸了，我当时在学校，我哭着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在哪儿呢？我打台球呢，怎么了？我说我妈出车祸了。我说我现在要回家，我跟导员请假了。我说我现在得立马走。当时下雨，我打了2个小时车，我还没伞。然后他说，那用我陪你去吗？我说不用了，不用了。然后他就真的没有来。你给我打电话，我是立马也不打台球，在这坐着听你说话，然后给你说话，安慰你。啊，说阿姨怎么样，怎么样。对呀，你坐着跟我打了1个小时电话，问啊我去不去，我去不去？对呀，你这1个小时，你就为什么不能挪挪你那屁股呢？不吵了啊，反正也没去啊，然后也没看。你这男朋友除了在大事上，你说的这些事儿，我认为相对来讲，在你们这个年龄是大事儿了哈，什么父母生病啊、车祸啊等等。那小事上呢，你们小情侣日常生活的细节，你满意吗？不满意。他有时候特双标，就是他爱吃醋。有一天，我初中同学给我表白，你说又不是我跟我初中同学表白呢，他看见了，跟我吵一架。还有就是平常我就是现在做这个模特礼仪什么的，就会有一些店家去找我探店，那些店家呢就会跟我合拍一个照片啥的，他也生气。吃醋是吧？双标是怎么回事？他自己都管不好他自己，怎么了？他过来管我。他怎么了？他有一次和他哥们儿就俩人吃饭去。我给他打电话也不接，发短信也不回。我当时女人第6感，我就觉得肯定有点事儿瞒着我呢。
然后呢，第二天我打电话，我就套他哥们儿话，我说你们昨天干嘛去了？我说他什么都跟我说了，然后他说。啊，就是那个昨天我女朋友放假过来了，然后我女朋友带着她闺蜜，我们4个人出去玩去了。我去找他们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她闺蜜在，那怎么着？我去看着她，我看着她闺蜜在，为什么不看着她闺蜜在，我扭头就走。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她闺蜜在，那你给我发个信息，你说你哥们儿女朋友的闺蜜在，你说我离她远远的坐呢，你说个这也行啊？不是我怕我告诉完你以后，不回信息，不接电话，一晚上没回家，4个人打游戏开黑通宵了。睡在一张床上，他家是一个榻榻米，然后我睡最边上，然后我哥们儿睡这儿，然后他俩搁这儿。行了啊，别解释了啊！跟他提分手了吗？对，我跟他提分手了，但是，就是我这个人心特别软，他过来找我，他左边抱着一束花，右边抱着一束花，然后过来了，哗，眼泪一流，得了，我心软了。谁流花泪？他特爱哭。我俩有一次在商场里面逛街呢。我新买了一个衣服，挺贵的，然后有个小孩，高中生背这个书包，也不知道那小孩咋的了，就是拿那个书包就这样咔咔来回甩我那个脸上、衣服上，全是墨水，是不是得干洗？家长就说啊，报警吧。我说啊，那报警吧。然后警察来了，让我们去警局。到了警车那儿，一共有5个位置，2个警察站2个，然后呢，一个小孩他家长，然后还有一个位置，人说那个当事人去。他就说让我先过去，他随后就到。对，我要是能去，我不就赔你了吗？事情都处理完了，赔偿款我也拿到了，他才到。特离谱的就是那个商场距离那个警局6公里，他走着过去的。如果他真觉得想帮我解决点事情，他早就打车过去了，他走过去。我当时就觉得他特怂，然后我就出门就这样，他那个眼神特傻，就这样看着我，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我就骂他几句。咔嚓哭了，跟我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哭吗？你说，就是他有点小毛病，他那个呼吸就是有点小毛病，他就是一哭他又好哭，他一哭他就是会喘不上来气儿，就是会特别难受。然后我想着我要是先哭了，然后他每次看见我先哭啊，他就咯咯在那乐。他的意思就是他用魔法打败我这魔法。我就是想着是我哭完以后，我哭我也是对你好。这什么逻辑？还有一次他不难受了，我就是开心。还有一次咋了？还有一次他哭，就我俩正骑那电车呢，寻思晚上出去兜兜风。我本来我车技就不咋地，他呢坐后座就搁那挠我，这可倒好，我一个没整稳，我就躺在绿化带里了，我俩腿磕的，这还有个疤呢。然后呢，我俩去医院包扎完了，回家了，我一照镜子，我看我那脑袋顶上顶了2片大树叶子。不是你顶树叶子怎么了？他这都能给我着急，你知道吗？他当时还笑我，他说你这树叶顶一路了。我当时我本来我就摔了，他搁着我才摔的。你说我疼着啊，然后他还这样。我说那你为啥当时不告诉我？他说我当时我觉得挺搞笑的，就顶着树叶呗。我说啊，那你就不在乎我面子，那路人都把我笑话完了。我感觉这并没有啥，你看他就又哭了。对呀，我也没骂他，我就正常跟他说话，然后哭了。你俩都是学生是吧？嗯，你学生咱聊点学习呀，什么将来工作的事儿行不行？你让我们做家长的听着稍微舒点心。这现在孩子咋了呢？这啊，顶2片树叶子就不行了。说到这儿了，他特没有上进心。就是他没有上进心到什么程度？我在学校，我平常特努力，我拿着国家奖学金，3好学生，然后我平常又会兼职礼仪模特，我也挣着小钱儿。我要干得好了，我1个月小1万块钱。哟，那真不错啊！对呀，然后就是1个星期还会抽3天时间，我去练练那个普拉提。他呢，他可倒好，每天睡觉睡到下午起，下午起来第一件事睁眼打台球去，就那个作息啊，颠倒过来跟正常人不一样。不是，那台球本来就是我的爱好啊。哎，姑娘，你刚才说了他这么多这那，我们听着也确实啊差强人意。那你咋还不跟他分开呢？他在谈恋爱中，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在生活中，我觉得是有很大问题的。所以，我又是一个恋爱脑，我就觉得说开了就过去了。我这人说话也快，我每次我俩夸夸说完了，我又不记得了。可能下一次吵架的时候，嘚儿想起来了，想起来之后可能还会吵。但是即使这样，我俩也谈了1年多。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份就是爱情，就是到现在已经挺不容易了。你说天天搁这个吵，搁那个吵，搁这个吵，搁那没什么意义。然后我感觉到现在就是撑了1年多了，以后也想往好处发展，就特别不容易。然后就
真不想分手。每次他一提啊，我就在底下求他怎么着。就你俩并不想分手，那来是干啥的？就是想解决一下问题，就是实话，就是如果是闺女儿的妈，一般都会这么想哈。那老师对于这对年轻的小情侣有什么建议呢？姑娘走了吧，不适合你的恋爱就不要谈。爱是的确爱过，但是。说你不得不这个样子去努力打工赚钱，因为你的家庭不允许你去挥霍，这个你能解释一下吗？就是我妈妈现在已经得这种病了，住院费要花20多万。我不想让我妈妈放弃生命，我就想我要努力赚钱，别管我赚多少，我哪怕我一个月赚那个1万块钱，我只能买那么1小瓶的化疗药，我也要给我妈妈买。我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我觉得你自己背负了很多的责任。但是他却认为年轻就应该好好的去享受年轻嘛。其实我们作为过来人哈，我们会觉得有的时候会回忆说，在青涩的时候、懵懂的时候谈一段甜甜的恋爱，是一段很好的回忆。但那个回忆就像一块糖，但只是一块糖而已。你们可以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之下去吃那块糖。但是如果你有了压力，你那块糖你会吃的速度很快，或者你说我来不及吃这块糖，我要大踏步的向前走。今天你们2个人产生的这种关系与矛盾，其实更像是一场共谋，就是你已经把自己推向了一个大女人的角色，我要去承担，我要去改变，我要有使命，我要为这个家庭有背负。但是也正是因为你的这个做派不仅仅是在为你的家庭负责，你也泛化到和他的之间的这个关系里，所以他对你的这种感觉更像是一种依赖。不是说你们2个人谁不好，本质上都是好孩子，但是你们的成长不同步，他追不上你，更不可能超过你。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慎重的去考虑，不是说你要去改变他，是不是你能不能把他推到你前面去，让他引领着你往前走，你有信心吗？
我觉得作为过来人，我们都认为他需要时间。这个时间，我觉得5年都叫打底，你能等他多久？所以我们就找和自己这个年龄和自己心里需要匹配得上的爱情，才是对你们2个人最好的祝福。女生，也别觉得舍不得。你的爱情的背后的逻辑其实是喜欢他的、爱他的，是你自己心里那部分，还想成为小宝宝的那一部分。因为你早就没有机会像他一样撒娇任性，妈妈给钱不管不顾，我不长大我就挥霍，你早就不可以了。你其实挺羡慕他的，啥都不用想，只要说害怕就可以跑，啥责任都不用负，不需要成长，妈妈在后边给拖着。他是生活在童话世界里的，那是你向往的。你俩的恋爱逻辑就是这样的，你其实不是爱着他，你是爱着这种随便怎么样肆意的活着。其实长大虽然是背负着疼痛去破茧重生的，但是长大以后的世界和人生是更加精彩和美好的，你不觉得吗？当你站在 T 台上获得荣誉掌声，当你去工作赚得那1万块钱给妈妈买1瓶药，那种成就感和快乐的感觉，比那个小宝宝说妈妈我要1块糖的幸福感，我觉得要有价值的多。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告别那个童年的小宝宝，也告别他了，因为你可以乘风破浪，勇敢向前了，你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决心。男生，我也没有什么多和你说的啊，我觉得你妈妈太宠爱你了，给了你一个童话世界，但是成人世界没有童话世界，它有很多真相是我们成人之后必须面对的，有压力，有责任，有担当，还有遇到事情我即便害怕，我即便从没见过，我得咬着牙往前走，因为那是我作为一个男人必须担当的责任。我觉得他离开你对你也是好事儿，给你一次警醒，给你一次机会。一个曾经这么喜欢你的女孩，就因为你不长大，你还活在童话世界里，她坚决离开了你，你就要从此开始成长。所以你跟他分开，对你的家庭都是好事情，你才有机会长大。我问女生一个问题哈，你刚才说你妈妈腰肺的这个事儿，跟男生说过吗？我说过。啊，男生有什么表达反馈？我告诉我妈，然后我妈就会关心她了，然后也给她一笔钱。给了多少钱？5000。收了吗？收了。哎，我好奇怪啊，这个女生你很看重的，然后呢，在她过生日的时候给了11000，但是当这个女生家里遇到了重大的变故，却只给了5000，背后什么逻辑你能感受得到吗？就是想让她就是当做自己一个生活费使。哦，那你感受不到。如果女生，我再问你问题啊，如果她的母亲给了你10万，收吗？不收。为什么？他是我男朋友，但是我们谈的时间没有那么长。或者说，如果我这样的家庭，我怕拖累到他。我也怕以后我们结婚了，我因为一直给我妈妈治疗，我去贷款也好，就欠钱太多了，他也会受到牵连，我怕拖累他。所以接下来我觉得这份情感才是最难分的。虽然你说男生不懂事儿，很多老师说幼稚，你甚至于说他不近人情，但他真的是不近人情吗？不是。他如果真是不近人情，你早就跟他断了，你就走了，对不对？他真的是不懂，他真的是没有这个能力在这个时候帮助你，他只能陪你笑，但是他无法陪你哭。所以你需要想清楚了，你是这个关系的决定者，是分是继续在一起，我觉得都可以，但是你要理性想到在一起，你不要在他身上奢求他做不到的事情。没有任何人有错，这个年纪可能就该这样，21岁嘛，这个年纪的男生可能也就是这么的不成熟。男生这儿我听到的有很多的我感觉，我计划，我的想法真的很不成熟，不是世界都围着你转的。可能在这个年纪，男生的第一次成熟是意识到这个世界不是像父母一样，不是都围着我转的，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要相互尊重，彼此扶持，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而活。其实，在女生这儿，我能感受到你有很多没说的话，包括其实你跟他在一起有很多很简单的这种小幸福，也是这个年纪该有的，也是你该追求的。啊，不要考虑那么多的这个责任，或者说他有没有上进心，长不长大，那些就是你想要的东西，你想要的东西他还能给你，这一点就很好。在过很多年之后，你再去回忆的时候，你会觉得当时的爱情是值得的。然后还有关于前面的陈述，你这边我听到了一个逻辑，就是他好了，然后我暗淡了，我觉得我们的感情不完美。可能你会有一点点不认同，但是你整个前面的对话就是这个逻辑。很心理学的很底层的还有另一个逻辑是，他的一些行为好像脱离你的掌控了，好像让你担心了，然后你觉得感情不完美了，这也是不好的。我希望你的第3次的成熟是在于，他如果有一些事情让你担心了，你不是限制他，而是说我有能力，我努力，我想办法，我去保护你。谢谢老师。谢谢西大。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想找西大来解决情感问题的话，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找到他。您搜索我们微信公众号西大然后呢，您可以回复“爱情保卫战”5个字，就会得到我们粉丝的专享礼，为您的爱情来保驾护航。好，那我们也请小情侣下来休息一下听听这个年长的这一对情侣他们的情况。来。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何先生，47岁，来自河北；司机肖女士，45岁，来自河北，个体。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俩的感情遇到什么问题了？我俩都是离异的，他现在想和我再婚，我总感觉他总算计我，目的不纯，还总装傻充愣。我俩都订婚了，他想回婚约，我把我的心思全放他身上了，但他不领情，认为我图他钱。你们来节目的目的是什么？我求助来了，因为我很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希望老师帮我拿主意。我很珍惜这段感情，但是他现在态度让我心里没底，我想把话说开了，问题解决就好了。哎呀，这涉及到要不要再婚了哈，听起来也挺复杂的。发生什么矛盾了？我们2个相处1年多了，然后起初呢，他很照顾我，然后对我的家人也很好。就比如说去年的时候，我姥爷生病，然后需要找位护工，他就说那我去吧，正好我原来也做过护工。我说行，那护工费该多少也给你多少。然后他照顾的也确实是真的挺好的，我姥爷恢复的也挺好。从这件事儿呢，我们家人呢也都很认可他，认为他很踏实，也很可靠。结工资了吗？我给他了，结果他是没要。他总的跟我提结婚，其实我是不太愿意的，但是我们家人都认可他呀，然后总说他的好，慢慢呢我也就接受他了。结婚就结婚吧。然后我也没有别的要求，我就要8/8的一个彩礼，女人嘛是吧，都有点小心思。再说我认为8/8也不多，他也接受了。但是自从谈结婚以后，我就感觉他变了，就飘了，然后让我感觉他有点算计我。就比如说他带我回老家见他的亲戚朋友，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呢，也是喝点酒，就说大话。特别的飘，说什么我多喜欢他，我多离不开他，他有魅力。说什么我有钱，我的钱都是他的钱，他可以随便花。就是这样的话。然后我当时其实心情挺不好的。然后在吃完饭结账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让我去结账，就好像跟使唤丫头似的。我把他当成我自己老婆了已经，因为其实我内心里对他特别好。男人我都说那个说点大话也没啥。但是回去我也跟他道歉了，反正就从那之后我们经常吵架。你是特别在意他在外边吹牛，还是说你就特别介意他说那些话？我生气的是，第一他是吹牛说大话，然后还有就是他就是说哪儿不到哪儿。就比如说8/8的这一个彩礼之后呢，他也跟我说，他说我现在没有钱，然后6万6吧，我说6万6也可以。结果在说话的时候，他也说6万6也不想给了，给5万，5万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结果我们两个吵架的时候呢，他就说话很难听，说咱们两个既然是二婚，啥彩礼不彩礼的呀，是吧？你也不是黄花大闺女了，你说这话我能接受吗？他还说我们村里边二婚连酒席都不办。俩人好，我觉得在一起的话，还必须要个彩礼。我身边也有朋友，也有不要彩礼的结婚挺好的。你说我们俩特别好，一起过日子，我给他钱。这也不是从左手到右手的事儿嘛，我琢磨着也没啥必要，那就给人家呀。人我现在也确实也是，你有多少钱现在？你跟人汇报了吗？我一个人带孩子，就也没，这真手没啥钱，反正。他也说了，我俩也挺好的，我感觉，我对他也挺好的。你像上次那个他姥爷生病也是我照顾的吧？查走呀，那这不是答应了8万8？反正这个彩礼要是不给，我觉得咱们两个都没有必要再结婚了，再谈下去。说实话，在我心里，那您我想问一下，那您当初为什么答应给8万8呢？当初一说不有，我就说肯定是不给，他肯定不能也不能跟我处，在我心里有了我肯定给。哎，贺女士，我问你啊，咱们没法去了解他到底有没有这8万8，但你觉得，如果他真的没有这8万8的彩礼钱，你还愿意跟他结婚吗？其实呢，他确实是也挺照顾我的，没有8万8，我也可以跟他相处下去。那你的点在哪儿呢？就怎么这么着气急败坏说你要不给我，我就不跟你过了？听我说啊，我给孩子留了2套房，他说房子撂着也是撂着，是吧？要不然就租出去吧。我说行，但是我也没有时间管这些事儿。他说他表弟离婚了。要不然就租给他表弟吧，我也没有多想。我说行，都是亲戚，我说那就便宜几百块钱租给他就行了。结果呢住了3个多月了，我也没有见到租金，我就给他表弟打电话，然后他表弟说，我哥当初是这么跟我说的，说啥租金不租金的，都是一家人的，你住着吧，等着啥时候有钱，啥时候富裕的时候你再说。他是这么跟人家说的。你说我生气吗？这事我有点我俩生气，知道吗？我说好了吧，他非得给我表弟打电话说这事儿。不是你生啥气呀？我没听懂。我都没面子，我跟我表弟说了，你先住着去就行了，也不用跟他提。完了我做主就行了，他非得要提。你能做了主吗？人家的房子呀。是人家房子，我们俩不处吗？现在马上就成为一家人了吗？处就是你的呀，你就结了婚，那也是人家婚前财产。我这房子肯定是给他这。说是我怎么回事呢？我表弟他刚离婚呢，净身出户，等一段时间，他那个工作刚稳定。我感觉他们起初就根本都没想给过我这个租金。我感觉他想太多了，是钱肯定给。他就是没想过给你租金，你怎么办呢？对，现在我是让他住也不是住，我不开心。结果你要不住的话，也不好意思，都是一个亲戚的是吧？也轰不出去。你嘴上挺硬的，你说不给我这8万8彩礼，这婚就不结了，不过了。你纸老虎，来，先生，你自己有房子吗？我有房子啊。那你把你房子给你表弟住？我家里有我老人也在跟我们一起住。再说了，我表弟啊是离着这个工作比较近一点。他这房子也是闲着。好，你不再扯这事儿了啊，那是你表弟的事儿，和人家没关系。是没关系。那现在女士还有自己的房子是吧？对，我有3套房子，对，给孩子留了2套，我自己住1套。结果这个房子他也在算计，他说他这边照顾他老爸，然后还要过来照顾我，然后他也是2头跑，太辛苦了。他说让我搬过去跟他一起住，然后呢，在他不在家的时候，让我帮他照顾他老爸，洗衣服、做饭啥的。因为他工作忙，我平时呢开个网约车啥的，都是我在去照顾他。他忙的时候，我给他做饭、收拾家务啥的，甚至有的时候，他不在家的时候，我把做好的饭再给他端过去。其实我对他是无微不至的。我的啥意思呢？他的房子他挺多的是吧？还有一套是吧？闲余的，他如果搬过来，跟我们这一起住，他省下一套了，还能租出去，还得一份钱，也都是收入，对不对啊？我也是为他着想，搬过来之后，我想能够更好的去照顾他，我也舍2头跑。他如果他在家的时候，做饭的时候帮我父亲带出一口来，这也可以，只是方便照顾。我肯定是一心一意的去照顾他，反正我就这么意思吧。反正啥事儿我跟他提了，他愿不愿意是他的事儿。好，那这事儿也就反正又尬在这儿了，解决不了呗。他对钱很认真，他不愿意出钱。就前些日子，我儿子想买一部手机，我就跟他一起去
看手机。其实我是看到一个5000多的一个手机，他呢当时就跟我说，他说，尽量别培养孩子这个奢侈浪费的这么一个生活习惯。然后呢说这个让孩子得知道我赚钱也不容易。当时我也没有多想，我说也对是吧？让孩子别有这种想法。结果呢，8月15过节的时候，他儿子回家，我就看到了他儿子在用着一部现在最新款7000多的一部手机。当时我就很不开心。那当时你给你孩子买了多少钱？买了2000多的一个手机。你儿子的这个手机是他自己买的还是你给买的？他给买的。我也买的。意思就是对儿子可以花钱，然后对于你俩的关系上，就是你该出力出力，他该出钱出钱。对对对。他儿子也不是我儿子，他儿子不是我儿子，不是他正因为不是我亲儿子，我在我的本身来说啊，我在做男朋友，作为将来孩子的后爹，我应该对他儿子更应该严格。他的儿子不是生活条件比较好嘛，应该严格苛刻。儿子大手大脚惯了，如果没有一个厉害的家长去管，我怕将来孩子步入社会，这控制不了。将来我对2个孩子肯定是会一视同仁的。您听到了吗？他要一视同仁，就你儿子结婚，你给多少这个房啊车也得，他儿子也得有，就是等于他要拿出很多钱来贴给你的儿子，你是要这样是吧？也不能说贴嘛，一家人分得那么清楚嘛。大哥，我问一句，如果你们结婚之前做一个财产公证的话，你能接受吗？有点不能接受吧。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有。就是我现在不是做个体户嘛，自己送货什么的，确实也挺辛苦挺累的。他现在开网约车也挣不了多少钱是吧？不如呢就跟我一起干，然后呢我每个月给他开4000块钱是吧？油给他加，然后给他上保险，闲余时间呢他还能拉散脚，肯定比他干网约车要赚得多。结果呢他让我给他买车，我肯定是不愿意的是吧？我说那你就把你的车卖了，然后你再贷点款买个面包车跟我干就行了。我哪有钱买车呀，对不对呀？我提出要求他不愿意。反正只要对钱有关的问题都由我来解决。这事儿，反正我也妥协了，我把我那个车卖了，买了个2手面包车，干的时间长了，时间时候也挺多的。我又提出个要求了，我还是想就是闲暇时候开个网约车，多收入几块钱。我就想提的要求，提前预支几个月的工资啥的，我去买。他还也不同意，攒几个月的钱再买不一样吗？咱几个月少挣好几个月钱呢。这几个月钱，你说干点啥不好啊？这不也不当共同的钱吗？想的真好。还有啥事儿你觉得他算计你啊？我不是他算我算计他呢，我都想把工资都交给他了，他不要他呀，这不能怪我呀。我不要，不是现在不要，就包括以后了，我也不会。你的钱是你的钱，我的钱是我的钱。你看我们相处1年多了，我就是说条件不太好，说实话，我对他是一心一意，对他们家人，你看平时对他的照顾，还有对他母亲加一个人，他特别忙，我只要有时间我就去看看他母亲，帮忙他母亲做饭，做家务啥的，我感觉我这做的挺好的，老是琢磨着我贪图他钱。不是你老说什么这咱俩一起过日子了，这不就是一起的吗？你老这么说，人家不觉得你贪图吗？以后都是想过日子，一起过日子嘛。我内心我就是想对他好。那来一起过日子，人家的钱是不是人家的钱，不是你的呀？我也没有直接跟他要钱呐。不，他的钱是他的还是你俩的？你们结婚以后？结婚以后的事儿谁也说不清啊。就问你现在想法，结婚以后人家女方的钱是他的还是你俩的？我觉得2个人在一起，以后的东西啊，都是共同的才好呢。还有他你有啥呀？你跟人共同？我可以当他后盾，我伺候他呀。哦，你照顾他，我去到他后顾之忧啊。你照顾他，你就觉得非常值，他半壁家产是吧？不是非得要半壁家产，就这2个人，就结婚以后分得那么清了，就容易这个感情破裂。啊，反正女士是不愿意的是吧？我不愿意，我是赚得多，然后我对家里边可以付出的多一点，但是我也希望他不要在钱方面就是全部都依赖我，我希望他有点上进心。其实我也没有依赖他，我感觉他感觉他钱多吧，还能有点小心眼儿，想的太多就是。那情感上你的需求是什么？情感方面其实就是想找一个伴儿，然后互相呢有一个照顾，也没有太多的要求，真的。那他做的让你满意吗？情感上满意。我觉得他应该感受到了的。好，那其实基本情况都说清楚了哈。那先生你有什么诉求吗？我的诉求就是，不要怀疑我总贪图他钱啥的。
1分钱不花他的。我不是不花钱，我是有了1分钱不花他的，有了肯定花啊。不是1分钱不花他的，有了肯定花。有了肯定花。这我不勉强他，你知道吗？我听他的，他愿意给他给，不给我也不勉强嘛。哎，这可以，这个财务需求哈，听明白了？你说这儿算话啊，说话算话啊。算。好，基本情况就是这样了啊。我们小情侣有什么跟叔叔阿姨说的吗？我感觉就是在叔叔阿姨之间，就是我感觉叔叔就是情感方面付出的比较多吧，然后阿姨在金钱方面就是付出比较多，我感觉就是叔叔买手机的时候，7000块钱完全可以拆成2个3500来买嘛，就是这个买个3500的手机，这个买个3500就平等，毕竟。阿姨也有儿子，您也有儿子。如果您真心在一起，就应该对这俩孩子一样，并不是说这个7000，这个2000，中间差5000块钱，我觉得有点不妥吧，差那么多，整的阿姨心里也不得劲儿，那孩子要知道，孩子也不得劲儿吧。就是你们各自有各自的算盘，但是就看你们的算盘谁打得更长远一点。我先说女士的算盘吧，其实您不就想找一个免费的劳工吗？而且想找一个免费的。个问题吧，你一直在不停的强调我是真心待他，什么叫真心呢？我的真心，我觉得肯定不是拿钱来衡量的，我是没多少钱，我真心都是看他特别辛苦，我去帮他帮忙，做饭，行是吧？收拾。我给你一个最简短的答案，真心就是没有私心。其实我觉得在你们的这个讲述当中，我看到了一个特别残酷的东西，我觉得你自卑。因为你的条件不好，所以其实你在对待他的这件事情上，你唯一能够拿得出来的，就是你体力上和精力上的这份操劳和付出。我付出，我愿意。对，你认为你的这份付出，我愿意体力付出。但是我们又要一个比较匹配的婚姻，怎么办？你把你的付出当成了交换。我也再说一件事情，就是他在这一刻表现出来的这份付出，表现出来这个自卑，他的表现形式是控制你，让你受到他的影响。不是说你不好啊，因为只有控制了你的时候，他才会找到这种般配感。所以其实你刚才说在感情上是满足的，我对这个话画了一个问号，因为最开始你是不想找的，所以你究竟需要一段感情到底有多需要？你对一段饱满的感情，到底你的打分标准是什么？你是就是找一个伴儿，还是要找一个真心可以托付、共度一生、共度余生的爱人？
所以你的那个标准也有问题。那摆在面前的路很简单，其实就摆在女士这一边哈。如果你非常爱，那你可以包容，接受他所有在这一刻跟你提出来的条件。如果你没有那么爱，你就不用刻意在这一刻去强调他有没有算计你，因为你随时都可以转身走开，不是证明他不好，我只是说明你们两个人在这一刻，你们在这一段关系当中去交换的东西，它是不匹配的。我这个还原一下你们其实两个人的本来面貌哈。这个女士啊，她不是个坏人，或者是斤斤计较，跟你算那仨瓜俩枣钱的人，她不是。所以她一开始能大大咧咧就让你去处理房子吧，她是信任你的。这大姐这个失误也不叫失误吧哈，就做得不够好的是什么呢？你想太少了。你俩在一起，你也别天真的幻想他就是爱你这个人。咱这把年纪了，你要没钱，他能对你这么好吗？这也不能因为你有钱，他对你好就说他是个坏人，就计较你那钱，就算计你，也不见得。他是一个综合的，我爱你这个人，因为你漂亮、富态，因为你经济条件好、慷慨，因为你信任我，因为你对我忠诚等等。但你想的太少了，毕竟你的条件比他好，毕竟你俩在财务上不匹配。你就得思考好这种不对等的关系，你要做怎样的处理？你给他开放的权限有多少？我认为让他租房权限超了。你俩还没结婚呢，就算结了婚，你也应该把这些大事儿，你自己财产的事儿自己捋清楚，至少控制权在你手里，执行权可以是他。所以你想太少了呀。但是在对他的人性的不好上，你又想太多了。他一定就那么恶劣，就是图谋你的钱吗？不见得，大姐，你也别说话老是那么难听，说他就是算计我。这先生，我还原一下你啊，你把话说得太早了。你真的踏踏实实跟他过，照顾他，照顾他的家人，忠心耿耿，然后提供情绪价值。我告诉你，你过10年20年。他还真的什么都相信你，什么都给你。你说你们才相处1年，你就说房子租了我替你做主，凭啥嘛？你们还没结婚呢，你就说那结了婚以后咱俩的都是一起的呀？谁能接受这观点？人家40多年辛辛苦苦打拼的，帮中间出来一男的，怎么我的就成了他的了？你给人做什么了？就照顾人家1年，你就要拿那么多东西啊？说太早了，想太早了。好好爱他，好好照顾他，相互陪伴，是你的终归是你的。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你们之间没有阴谋，全是阳谋，特别好。为什么刚才严老师说了2个点，我特别认可。一个是大姐其实不是看重这给他花点钱，对不对？不是，只是不想说拿我钱外头去张扬，就去对显摆自己了，对，我是吧？是的。大哥呢，真是挺忠厚老实的。大哥没有城府，大哥全都在脸上。我不好意思，我插一句问一下，你这么辛劳是因为自己带孩子吗？对，自己带孩子，30岁的时候我们都离婚了，就是不容易啊。大哥好不容易这个遇到的姻缘是吧？我觉得大哥不错。有些事儿，我觉得各位有点那个太重了。为什么呢？自己儿子就从来没给花个大钱。然后自己觉得哇，我找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姻缘，然后呢，我终于可以有花钱的底气了，所以呢，我给自己儿子买了7000块钱的手机，我自己的钱怎么了？但是他教育大姐的孩子，那是他的生活。7000不是大哥的生活，而那2000其实是大哥的生活态度。说孩子不应该花那么多钱，他没有其实一碗水不端平。他真是挺心疼孩子的，一直拘着自己，终于现在可以释放了，不容易，没有什么过多的想法，是吧？是。所以说大哥该说的、该表达的全都做出来了，也都说出来了。大姐，他没别的心了。对，我平时嘴笨一点。但是其实是你都在脸上了，他没有心眼儿，他不会像某些人去欺骗您，去故意表演给您看，他总是在说他自己的那点想法。很真实，我觉得不应该错过这么一个好人。这个年纪了，也别谈太多喜欢，更核心的需求是互补，一个图条件，一个图踏实。当然，图条件我也不否认这个，也不是坏事。就像严老师说的，
那谁不想娶个媳妇儿对我又好又好看，条件又好的，对吧？也都希望。然后其实女方这边呢，有一个度嘛，就是该给该帮，对吧？也不要设防得太死。然后其实到现在的这个状况嘛，其实说白了，谈多喜欢谈不上，更真实、更本质的就是两个人搭伙。但是搭伙也可以搭出真感情，什么情况下会有？就真的配合的好，配合的默契之后，会有这个默契，会有这个真感情。那这是我们大家都希望看到的。所以接下来还是要好好在一起，然后去配合、去磨合。如果真的有一天配合不好，那就再好好想一想。走，谢谢老师，谢谢西大。那如果想要找西大来解决情感问题的观众朋友啊，现在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可以找到他，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西大，然后点关注，那回复爱情保卫战5个字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粉丝专享礼，来为您的爱情保驾护航。那我们也请我们2组嘉宾回到转门后啊，思考一下，看看你们的最终选择。来，有请各位。各位老师，我能对他说一句话吗？你要说什么？我能最后抱你一次吗？就像第一次见面一样。能。啥意思啊？这是？最后抱一次啥意思呀？算是一种告别吧。臭小子，你就那么就秃噜走了？就是刚刚坐那儿也想挺多的了，然后就是想最后抱一次，像第一次见面一样。好，支持你，好吧，好吗？就走了。姑娘不哭啊，没啥。不哭。一段很好的记忆。小伙子也懵了。懵了，肯定是懵了。他哪遇到过这事儿啊？太复杂了，情感他觉得。行吧，看看刚才已经说要最后一次拥抱的这一对小情侣啊，他们还会不会出来啊？来，请开门。啊，这不是出来了吗？哇，这啥意思呀？我都被小情侣搞凌乱了。那肯定是男生又动了什么杀手锏。怎么不情不愿的？啥情况呀？快站在那里。女生这不是最后一次拥抱了吗？刚才他抱我嘛，然后我不是扭头，因为我是有点就是绷不住了，然后我强忍着我又回去，然后我在底下我刚才想好多，我说感觉就是确实我是做的是不对，以后我感觉我能改变，就是我不服气我们这段感情，我不想把它结束，你知道吗？他刚刚跟我说，他做那些不对的地方，他刚刚都知道了，然后他也会慢慢改。我想我们吵吵闹闹1年多了，也坚持下来了，我还想给他一次机会。行，那请珍惜这次机会啊，能不能成，看你们自己了。拥抱一下吧，我可以相信你吗？当然可以。无论怎样，既然选择了再珍惜一次机会，我们就好好去努力一把，好吧？好，燃烧你们的青春吧！再见，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来看看我们这对情侣啊，他们的选择又是怎样的呢？我觉得他们应该能出来。
也会出来是吗？他们也会出来吗？我觉得我不敢说吧，这就是神仙吧。来，请开门。完了，结果他俩走了。我希望他们出来。为啥？真走了？我喜欢那大哥。大姐没有那么爱大哥。不是，咱以为那小情侣不出来了，这对我认为他们就是不该出来。年轻还有试错的资格。可是那位，哎呀，要叫兄弟啊，真是挺。大哥是个好人，是个好人。但是大姐没那么爱他。但真的希望他们出来。我真其实还可以再磨合磨合。哎，这个人生路都是自己选择的，人生的言语和行为也是过往的积淀。那可能缘分也没到，可能做的也不够好。那说到根儿上，可能还没有那么爱。希望我们大家都拥有真心的、真诚的、真正的爱。好了，感谢我们5位老师的分享，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爱情保卫战再见。